看看这个豌豆苗，不知道隔着屏幕的你有没有感受到它的美味？如果你也想种出这样的豌豆苗芽苗菜的话，就把这期视频看到结尾吧。大家好，我老田，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今天我们来种豌豆芽苗菜。我今天准备了2个育苗托盘，一个是打算做水培，另外一个装满了土的是打算做土培。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个育苗托盘，这个是由2部分组成。下边的底座，还有上面的有孔的这个育苗盘，这2个都是这种1英寸的浅的托盘。这个是我提前泡好的豌豆的种子，我泡了大概有不到24小时。一般种豌豆芽苗菜的话，我们需要提前给种子浸泡12到24小时，泡完之后用清水给它冲洗几遍，然后这样沥干水分。我是用这样一个有滤网的托盘把它沥干的水分。另外，我使用的豌豆的种子叫 Speckled Pea， 是斑点豌豆，它不是普通的豌豆。这种豌豆种出的芽苗菜或者是豌豆尖儿长得会更好，而且吃起来味道也会更好吃一些。水培法种植芽苗菜和土培法种植芽苗菜各自都有各自的优缺点。首先就是水培法比较简单，也比较干净，而且成本会低一些。土培法因为有土，所以成本会稍微高一些。而且因为有了土，所以相较于水培法来说会稍微脏一些。但是土培法的好处也是相当明显的，小苗的长势会更好，而且持续收获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我们先来用水培法种植。我这次的水培法跟上一次种沙拉菜苗还有萝卜苗的方式也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这次用的是2个托盘，上面的托盘是有孔的。其实这种托盘如果是那种网格状的水培法种植会更好一些。我这次在上边铺上1层的厨房纸，然后给它喷上水。喷上水之后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均匀的铺在托盘上面了。接着我把豆子拿过来，在上面均匀的铺上豆子。这种坏掉的豆子尽量给它挑出去，再加上一点儿。我们就这样把豆子均匀的平铺在盘底就行了，不要让豆子罗列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我这个是1020的标准育苗托盘，我这次是用了1又1/3 cup 的豆子，然后是给2个托盘准备的。铺好豆子后，我再给它喷上一些水，然后我再拿了一个没有孔的托盘，给它压在上边做遮光处理。接着我再给它压上这样一块砖头，这样给种子一定的压力，能让种子的根系长得特别的发达，同时种子的高度也会长得均匀一致，而且会更加粗壮。接着我给它搬到一边，等上3天，每天早晚各喷上1次的水，然后3天之后我们再打开来看一看。接着我把这个有土的托盘拿过来，我们来做有土的栽培，还是把种子均匀的撒在土上。行，这样就把种子均匀的铺在土上了。然后我们还是拿这样的托盘给它压一压。轻轻的压一下，这些种子就可以和土壤接触的更紧密了。然后我把托盘就这样给它压上去。我这次用的土就是我自己制作的育苗土，只不过里边的椰壳绒的比例稍微高了一些。你也可以用盆栽土，或者是直接就用椰壳绒种植，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铺好豆子后，再给它上面均匀的喷上1层水。我原本种植用的育苗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湿润的，我再多给它喷一些水，让这个土壤保持半干半湿的状态。我们最后还是同样的给它压上一块砖头，给它一定的压力。
后面就是和水培法的方式一样，在常温65到75度的条件下给它放置上3天。我们接下来就耐心的等待。今天是豌豆芽苗菜的第5天了。一般来讲，豌豆芽苗菜在3到5天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照一下阳光了。我室内的温度不是特别的高，我在第3天和第4天检查的时候，芽苗菜的菜苗长得还不够高，不到1英寸。然后今天是第5天了，我们接下来就打开看看，揭晓一下结果。先看一下这个水培的，然后这一盘是土培的。我们可以看到水培的芽苗菜生长的速度要相对慢一点，这个小苗的长度不是特别的长。这一盘土培的芽苗菜长得相对来说快一些，长度都已经超过1英寸了。我们再来看看水培的情况，然后是它的根部，因为这个芽苗菜的托盘底部的孔不是很多，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扎根儿。如果用下边孔很多的托盘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再来看看这个土培的，因为可以在土里边扎根儿，所以生长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是它下边的根部。我接下来就把它拿到灯光下边，每天照上个12到18小时。我一般选择会照18小时，这样它们很快就可以长大了。按照常规，我还是给它每天浇上2次的水，然后每一次大概是1 cup 左右。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一些肥水。肥就是用1:1氮磷钾比例的有机叶肥，然后兑上水，比例就是4勺的叶肥，然后兑上1加仑的水稀释。我们在它们后续的生长过程中，只需要加上1到2次的叶肥就可以了，其他的时候都可以直接来浇水。我现在已经把小苗搬到灯光下了，这个是我准备了的加了有机叶肥的水。我们现在把它加到托盘底部。这种2个托盘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底部的托盘浇水。我大概是每一盘加上1到1.5 cup 的水。我每天都过来检查1、2次，如果托盘底部缺水了，就给它加上1 cup 左右的水。行，接下来我们就耐心的等待。一般豌豆苗芽苗菜的话，10天到1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今天是豌豆芽苗菜的第10天了，我们来看看生长情况。左边这一盆是水培的，长势只能算是还可以吧，都出苗了，但是高度明显不够。我们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看看右边这个土培的高度基本上是水培法的2倍。看一看这个土培的芽苗菜，长得是非常的健康，长势也是相当的旺盛。这个高度的芽苗菜基本上就可以食用了，不过也可以等它稍微长大一些，这样可以吃豌豆苗，豌豆的味道会更重一些。土培法的好处就是相当的有弹性，种植难度也相对来说比较低。你可以多浇一些水，或者是少浇一些水，或者偶尔落下1、2次水，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土的保湿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土壤中也有一定的营养成分，对它的扎根和生长还是很有好处的。相比较来说，虽然水培法用起来比较简单，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其实对种植的要求还是相当的高的。对于水培法来说，我们每天1到2次的浇水必不可少，不能忘记。如果哪天浇多水了，也要尽快的把它及时的倒出来一些。对于新手种植的话，我还是建议使用土培法，这样容错的概率高一些，也不容易失败。我接着再给它浇一些肥水，大概就是1 cup 左右。看看这个土培法生长得多旺盛，下边的根已经长这么长了。水培的这一盘根部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一些，这很有可能也是因为托盘底部的孔不够导致的。如果我们使用底部孔多一些的托盘，效果应该是会更好一些。现在已经到了豌豆苗芽苗菜生长的第12天了，右边土培的芽苗菜已经可以采收了，我一会儿就用剪刀沿着根儿把它剪下来，这样就可以吃了。左边水培的芽苗菜还是要小了很多，我过2、3天再把它采收。不过最终它应该也长不到像土培芽苗菜那么高了。如果你也想吃这种嫩嫩的豌豆苗，就赶紧种起来吧！不管是生吃、凉拌、涮火锅，还是煎炒烹炸，都是顶级的美味。而且你只需要很小的空间，很短的时间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